夫人，夫君，我来拿你换下的衣裳。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无妨的。我替你上药。很疼吗？疼。此人下手可不轻啊。不过也不用担心，不是那个贼人伤的。王爷处罚的我。王爷怎能这般苛待将士？可能是他心绪不佳吧。我听说他跟太妃置气了，太妃给他配了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是王爷心中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子。今日风凉，猛跑对身体有好处。夫君，你方才说的贼人是仰山余党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就是有些好奇，毕竟曾经我也落入过他们之手。听街坊说，仰山贼首已向朝廷招安，那往后就再也不是我真州的敌人了。仰山也再无作乱之人，那些不愿招安的，也都化作鸟兽散了。你怎么总提仰山啊？我们真州也不差呀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王爷也赢了他们不少次。不少次，那是几次啊？夫君，你说，到底是淮阳王厉害，还是仰山贼首厉害啊？他们之间恐怕再也分不出胜负了。自生死劫之后，上司伏羲引灯休战，可那贼首却偷袭了淮阳王。贼首偷袭？是啊。王爷也没有想到，向来守诺的贼首会出尔反尔，趁着军士歇息时暗算了他。王爷恼怒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要战胜他，重创仰山。可那贼首就此销声匿迹，淮阳王设法诱不过他，既要战胜他，也想亲口的问一问，他为何要背弃约定。再后来，仰山就招安了，淮阳王便彻底失去了与他一决雌雄的机会。夫君，我想去一趟仰山。为何？我想破了心里的魔障。
记起什么了吗？几年前的上巳夜，那时我还未嫁给夫君，一家人在西周城外的灵山上登高望远，放启天灯祈愿。此处地势开阔，若有启天灯凌空，定是极美的。确实，上巳之夜，启天灯伴随着遍野的山花，壮丽非常。这也是淮阳王同你说的。既有天灯凌空，那贼人一旦动手，岂不是轻易被察觉？又何来的偷袭？淮阳王那么聪明，会不会在骗你？方才一路走来，我们经过了一段滩皮的山路，还记得吗？曾经，那是上山的必经之路。上巳夜，淮阳王就在那里安营扎寨，将士们煮着酒，暂且卸下了防备。那一日，本来约定好了要休战的，可是伴随着天灯，将士们等到的却是破入营中，杀气腾腾的仰山群匪。看来淮阳王并没有撒谎。其实他也并不擅长撒谎。绵堂，从回到真州之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，我总觉得我要失去你。我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一切是指什么？家主，家主，怎么了？家主，夫人，军中来信，让您赶紧回去一趟。明日是小年，记得要回家。本来以为能休沐的，正事要紧。你有2封手信，一封是京城孟阁老的，还有一封是北州李州城的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太妃她病重，家里让您赶紧回去。娘子，留守在仰山的暗庄发现了柳绵堂和淮阳王。他去仰山做什么？看起来只是寻常登高，不过暗庄发现柳绵堂悄悄留了这个。娘子，这是仰山记号吗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这记号不是留给你我看的，你自然看不懂。5日后5时幽雨洞。我要去一趟仰山了。柴都湿了，怎么都点不着。不过就是下了一场春雨，他躲那么远，到头来还是浸湿了。
真是不中用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和你表妹轻盈拌嘴吗？小小的年纪啊，就学人戏文，要恩敦义绝。可是她在路上被欺负的时候啊，你又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你外祖父说啊，绵堂这丫头，表面上看着刚硬，其实心里啊，比谁都柔软。我说过，来此为了破除心中的魔障，你的魔障也是我的魔障。是，曾经我是想找回之前的一切，因为那关乎于我们。夫君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或许眼下过的比失去的那几年都要好。但我想说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。倘若你想说任何打破这份美好的话，那我就不想听了。夫妻之间哪有没有秘密的呢？倘若你真觉得歉疚，那你就瞒我，哄我一辈子，别瞒了我一半，又心智不坚的抖出来。你倒是痛快了，让我这个做女子的心里面要一直背着你这块石头。你当真是这么想的？是。因此不要告诉我，求你。夫君，我还从未说过多谢你呢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没有你，明堂或许早已不在人世间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提起养山，这便是我唯一记得的事。倘若你日后全都想起来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心软了？我承认，之前确实还抱有一丝侥幸。我在想，或许他也是被淮阳王所利用，或许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只有如此，我才能为自己的心软找借口。若你对他，哎呀，反正他也是要娶你的。娶我？他想娶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一直被他豢养的金丝雀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夫君的女子，不过就是他的妄想。他越是情深，我就越觉得讽刺可笑。这种自欺欺人的戏码我扮够了，所以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母亲醒了。醒来做什么？睡死过去，大家都图个清静。王爷，太妃，该用药了。王爷，您已经整整1夜没睡了，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
没事儿，退下吧。你若实在放不下他，我也可以退一步，让他进府为妾。他就这般好，让你把整个王府的名声都抛诸脑后吗？那父亲纳过多少妾室？10个、20个，又有多少外室是我们不知晓的？怎么？你要拿你父亲当挡箭牌吗？他胡闹，你也要跟着学？母亲，王府虽然锦衣玉食，却处处都是勾心斗角、炎凉世态。我知道母亲这些年过得不舒心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恪起守礼，不耽溺于私情，哪怕是相敬如宾，我至少不会让我的妻儿重蹈覆辙。母亲，为了她，我装成了普通百姓，小门小户的，要为了生计发愁，有太多琐碎的烦恼。可她却并不觉得愁苦，反倒活得肆意潇洒。他所愿所求，不过就是一生一世，夫妻同心。我这才知道，我错的有多厉害。喜乐是要拿真心去换的，可是我辜负了他，也高看了我自己。母亲，宽宥儿子的不孝，什么相敬如宾，什么贵妾，我都不要。3书6礼，此生唯他一人。不是陆文。哎，夫人，你买这些药材做甚呐？夫君前几日不是受伤了吗？多见子了。嗨，没事的，咱们家还有许多赵神医开的上好药材呢。这是尹家娘子给的偏方，你不懂。啊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我还有一样东西要买。哦，家主，夫人呢？统领妈妈去集市了，要不婢子去找。知道家主回来，夫人肯定高兴。还不快去！是。
小的愚钝，请您示下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夫君呢？家主他昨夜一宿没合眼，因此就跟副将告了假。此刻他已经歇下了。那我去看看他。夫君，夫人，我还以为你睡下了。是睡下了，可又没了睡意，倒不如翻翻书。夫君看的什么书啊？善战者，知人而不知于人。虚实篇。兵法。夫君从容之后，果真是不同了，都能把兵法当闲书消遣了。随意翻找到的，就随意的看看。哦。小年夜还得自个儿告假，这军营也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其他人可没我这福气，晚上还能回家跟夫人用个晚膳。好吧，那夫君准备再躺会儿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厨房？我今日准备亲自下厨。确实是有些累了。好，那等会儿我叫你。好。哎，夫人，有没有蟹黄拌饭啊？夫君想什么呢？这个时节的蟹子哪来的黄啊？哦，也对。